爱宝这葛优躺简直比葛优躺的还要正宗，四仰八叉面朝天的模样。这也是爱宝对现在环境的最大信任。爱宝的这生活，任谁看了都心生向往。瑞宝在树上睡觉，辉宝陪在爱宝身旁，辉宝在爱宝身旁钻来钻去的，让爱宝有点烦。爱宝抱起辉宝，给辉宝来了一个180度空中旋转，搂进了自己怀里。足足70斤的辉宝在爱宝手里依旧像是个皮球一样，想必这个动作现在也只有爱宝能做到了。爷爷们怕是完不成了，毕竟一个腰不好，一个年纪大了。一会儿，爱宝和辉宝只听一声通道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母女俩第一时间坐了起来。然后神同步地望着通道门口，爱宝的小耳朵一动一动的监听着园区的动静。辉宝这里已经按耐不住想回家的心了。辉宝现在腿还不够长，下楼梯只能用滚的。而这时圣西姨母的喊声传来了园区，辉宝让姨母别急，自己已经很快了。辉宝都快成折叠屏了。辉宝从楼梯上下来后没有停留，直接往通道门口跑去。爱宝这里正在酝酿着什么，最近爱宝也开始爱干净了，开始跟乐宝一样了，回家前都会先方便一下。不把上班时的青团带回家，等爱宝产完青团后也走回了家。而现在园区就只剩下还在树上睡觉的瑞宝了。瑞宝这里是要等姨母出来抱了，而瑞宝还有隔壁的乐宝陪着，不会孤单。乐宝这时刚从室外园区往室内园区走呢，所以瑞宝不用着急，今天依旧由乐宝做最后回家的那个。不愿下班的辉宝又起了自己的腿功，只见小土豆腿辉宝勾住爷爷的腿，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住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昨天姐妹俩下班时，辉宝看到圣西姨母来了，看到圣西姨母过来，辉宝兴奋地躺在姨母旁边，拉着姨母的手想跟姨母贴贴。圣西姨母看到后也是满眼笑容，不停地抚摸着辉宝。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突然探出头来，姨母被突然出现的瑞宝给可爱住了，呼唤着瑞宝到自己身边，也给瑞宝体验一下自己的按摩手法。此时的这一幕正被拿着手机的江爷爷记录着。辉宝看到江爷爷过来，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然而爷爷见辉宝过来，便向后退了一步。看到爷爷动作的辉宝逐渐变得生气，暴脾气的辉宝扭头就把身后的瑞宝给推下了平台。被推到平台下的瑞宝想寻求江爷爷的安慰，却看到爷爷走向另一边，伤心的瑞宝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泣。瑞宝转头走向喜欢自己的姨姨们，瑞宝是懂如何安慰自己的。江爷爷见状赶紧跑过来护住自己种的芋头苗，现在的芋头苗已经没几颗了。不过瑞宝心本不在此，而是在一旁的南天宝上。只见瑞宝将南天宝拽倒的那一刻，江爷爷的面部一下就变得肿了。瑞宝看到外面的姨姨们正在拍自己，假装擦了擦自己的眼泪，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在姨姨面前卖弄了一番可爱的瑞宝，一会儿又走向了小木床。正在跟姨母玩耍的辉宝看到姐姐瑞宝想要爬上平台，直接转头跑来，又把瑞宝打倒在地。被打倒的瑞宝欲哭无泪，看到江爷爷正在上面，瑞宝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告状。辉宝一眼看穿了姐姐的下一步动作，只见辉宝快步跑到江爷爷身边，还没等靠近爷爷，爷爷就被两小只给挤下了平台。辉宝转头又走向了圣西姨母，只见辉宝跟姨母在滑梯上玩起了捉迷藏。玩得正开心的辉宝，没想到姨母竟然从滑梯上把自己给拽了下去，气急败坏的辉宝转身往小树跑去。姨母见状赶忙跑过去阻止，看到姨母过来，辉宝直接扑向姨母，结果自己从树上滚了下来，随后起身再次跑向小树，没想到姨母紧跟其后。辉宝这顿操作给圣西姨母溜得团团转。在一旁看不下去的江爷爷把手机交给姨母后，便亲自来抱辉宝。知道爷爷要抱自己回家的辉宝开始来回乱跑，以此来躲避被江爷爷带回家。不料江爷爷直接从后面把自己拦腰抱起，没有办法的辉宝只好使用自己的左腿术。只见辉宝用自己的小短腿勾住爷爷，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棍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呢。即使是这样，我们的辉宝还是没能逃脱被带回家的命运。此时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纷纷都从自己身边离开，心想嘿嘿，爷爷和姨母都不跟我玩，这下就别怪我了。辉宝扒着小树就往上爬，江爷爷小独木桥走到一半，感觉不对，回头查看，看到瑞宝离树顶不远了，紧急掉头又走了回来。这马上下班了，江爷爷也不想给自己徒增工作，因为自己一把年纪了，也不能像宋爷爷一样爬到树顶抱起妹妹。江爷爷赶紧抓住快要爬到树顶上的瑞宝，给瑞宝腋窝挠痒。瑞宝痒得受不了，只好爬了下来。瑞宝对爷爷讲，你最好在这里陪着我，你要是离开我就爬树上。瑞宝这里分明就是吃醋了，不想让爷爷去找妹妹，只想让爷爷陪着自己。
瑞宝躺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爷爷按摩的样子，别提多安逸了。这从小喜欢上爷爷按摩的瑞宝，怕是以后回国了也戒不掉。而辉宝这里也有在享受按摩，不过圣希阿姨的按摩手法看上去就没有将爷爷按摩的舒服。圣希阿姨如果想让姐妹俩喜欢上自己的按摩手法，还得多加练习啊。不过对于辉宝来说，这就已经很满足了。辉宝从小就展现出了爸爸乐宝那一副不值钱的样子，只要有人陪自己玩，自己就开心的不得了。不过这同时说明辉宝是像爸爸一样性格开朗，更加亲人。而现在圣希阿姨也渐渐有了随时拿出手机给姐妹俩拍视频的习惯，随时记录姐妹俩可爱的瞬间，这样不仅可以把自己每周的视频内容做得更丰富，还可以给宝家粉丝们分享一些瑞宝和辉宝平日里的细碎小事儿。这时瑞宝也享受的差不多了，将爷爷先抱起瑞宝给其带回了家。此时瑞宝对于回家也没有了怨言，因为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回家再去喝点盆盆奶，又是美美的一天。而辉宝这里不想好好走路，就这样一直抱着姨姨的大腿拖着走，屁股都快磨出火花了。辉宝真是把爸爸的搞笑基因一点不落的全遗传过来了。之前大家都了解了，江爷爷和自己的妻子都是以前熊猫馆的工作人员，江爷爷的妻子是园区引导员，江爷爷就是而宋爷爷的妻子其实也和江爷爷一样，都是爱宝乐园的工作人员。不过宋爷爷不同的是，宋爷爷的妻子是负责鹦鹉的饲养员，而且宋爷爷的妻子是宋爷爷的晚辈。不过碰巧宋爷爷当时就是在照顾鹦鹉，属于是后辈与前辈之间的甜美恋爱。 인꼬를 돌보다가 인꼬 부부가 됐네. 돌보라는 인꼬는 안 돌보고 자기가 인꼬가 됐네. 主持人的八卦心真是问到了粉丝的心里。宋爷爷讲自己与妻子并不是一见钟情，甚至对对方的第一印象都不太好，都快到了互相嫌弃的地步。不过最后还是宋爷爷追求的对方，妥妥韩剧情节，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 上一秒还互不入眼，下一秒宋爷爷就开始夸赞对方人美心善、美丽漂亮。之后，宋爷爷与妻子一起工作了2年，谈了2年恋爱。后来，宋爷爷妻子便离职了。宋爷爷以前的工作看来是全意。不过当时宋爷爷妻子离职，并不是为了要和宋爷爷结婚，反而在那期间2人分手了。宋爷爷表示，那时自己的心已经被妻子带走了，宋爷爷便一发不可收拾。 分手那一天，宋爷爷坐上公交，就打算去找对方。上车后，发现对方就在车上。下一秒，韩剧的事情就发生了。宋爷爷当场就在公交车上跟妻子告白了。 모자를 벗고 거기 승객들한테 얘기를 했거든요. 안녕하세요 하면서 뭐라고요? 사실은 이 자리에 나온 이유가 사랑하는 사람이 있었는데 뭐 이런. 主持人听到这里都激动坏了，紧接着。 宋爷爷就在车上跟妻子表白了，但后来宋爷爷表示，自己后来才发现，原来那时候不喜欢这样，宛如当场被行刑。不过宋爷爷妻子当时的回答并不像韩剧那般。그때 집사람이 제 손을 잡고 내렸는데 손을 딱 놓으면서 그랬거든요. 오빠가 이렇게 하면 내가 마음이 돌아설 줄 알았어? 끝났던 거죠 이미. 紧接着，宋爷爷表示，分手1年后，自己妻子又回来找自己。 그런데 헤어지고 1년 헤어져 있다가 나중에 집사람이 저를 찾아오고 둘이 만나고 자연스럽게 찾아오는 날 그냥 서로 기다렸던 거 마냥 이제는 결혼해야지 이랬다면서 그랬던 것 같아요. 听完宋爷爷与妻子的恋爱史后，没想到韩剧里面的情节现实，甚至那些烂尾也都理解了，因为他们现实就是这样的。而宋爷爷和江爷爷2人现在的家庭都很幸福，都很令人羡慕。到看到江爷爷这36年来丰富的饲养员生活，我才明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工龄就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江爷爷曾在节目里说过，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农场主，在自己的农场里面骑马放羊。机缘巧合下当了饲养员。当然，江爷爷没出名之前，人们对于动物饲养员这个工作并没有特别的待见。江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年轻时负责打扫园区卫生，而这时有游客拿江爷爷给孩子做起了教导，对自己的孩子讲道：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这个打扫卫生的饲养员一样。当时江爷爷听了，心里落差很大。 虽然有些伤心，但是江爷爷表示，对于照顾动物这个工作，自己是喜欢的，所以对于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无所谓的。从给园区打扫卫生，到慢慢成为一名普通饲养员。而在当动物饲养员期间，江爷爷不仅照顾过大熊猫、动物园里的猴子、老虎、豹子等许多种动物，江爷爷都参与过照顾。除此之外，江爷爷还担任过引导员的工作，陪小朋友们喂食动物。想必江爷爷哄福宝的能力，就是因为之前经常照顾小朋友所锻炼来的吧。
当时工作经历让江爷爷练就了一副好夹子。江爷爷用夹子音跟小朋友交谈，小朋友一听一个不吱声，都老老实实的乖巧又听话，直接给游客们的情绪值拉满，出来玩都不用自己带孩子了。而在此工作期间，江爷爷还曾接待过当时韩国的顶流明星，江爷爷也算是老综艺人了。就是因为对工作的热爱，江爷爷在爱宝乐园一干就是30几年。或许园区在给江爷爷做工作调换时，江爷爷也都和当时被派去照顾大熊猫一样，先是拒绝，然后又变成了后来的真香，嘴上说着不想去，但却又用最饱满的情绪照顾新的动物朋友。虽然每次被调去照顾新动物的那一刻，心里对老朋友们的感情总是不舍的，但随着跟新朋友的慢慢熟悉，就又会对其产生感情。当时对于刚认识爱宝和乐宝时，想必江爷爷也是这样。而就是因为江爷爷的这种对动物们一直都是这种情感饱满的工作态度，所以在机会来临时，伸手就给抓住了。而在照顾福宝期间，江爷爷优秀的工作表现，不仅宝家的粉丝们看在眼里，江爷爷还不止一次的获得我国外交大使的赞扬和感谢。昨天福宝出外场的视频登上了韩国热搜，福宝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出了韩国饲养员以及韩国粉丝们的预期。看到福宝回国后生活和作息这般的健康与规律，这让宝家的粉丝都替福宝感到骄傲。盛熙阿姨还在最近的节目中表示，想过福宝回国后应该会适应得很好，但没想到会这么好。적응을 너무 잘했으면 좋겠어라고 하고 갔지만 공항에서 너무 적응을 잘하는 거예요. 福宝可真是一个不用令人过多担心的小熊，让人很是省心。福宝这适应能力，在归国大熊猫里完全可以排在前几名了。现在看来，爷爷们在回国前对福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甚至宋爷爷最近看过福宝适应的视频后，还表示看到自己之前流泪的视频，感觉有点丢人。不过相信宋爷爷当时的泪一定是真情流露的，是无法控制的。而爷爷们现在也渐渐走出了福宝的伤痛，现在更多的是在为福宝的适应而感到开心。而且根据江爷爷的表述，江爷爷会在6、7月份来中国看望福宝，而且现在韩国也有好几家旅游公司推出看望福宝专线。果然福宝的出生真的是一直在为两国人民创造幸福，而想必到时也一定会再给四川的经济推到一个新高度上。虽然福宝隔离完后要去往的基地还没有定住，但相信基地一定会综合各个方面为福宝进行考虑，为福宝选择一个安逸且舒适的环境，在推动我国经济的同时，也能让福宝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而且在中国，福宝也有许多的姨姨陪着，还有许多的保家狙击手时刻盯着福宝的生活状况，这种压迫感相信基地在对照顾福宝上会更加的上心。不过在关心福宝的同时，也一定要去站在福宝的角度去思考。江爷爷曾在给学生们授课中讲过，真正的对动物好，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去思考，而是要站在动物的角度上去想问题，不然那样只会让人类自己感到心情愉悦，而相反在动物身上可能对其就是一种负担。这边瑞宝、辉宝在啃大竹笋，隔壁的乐宝在抱着大树啃树干。乐宝站在高高的树上，看着隔壁的俩女儿吃着大竹笋，都快被自己的女儿馋哭了。宋爷爷这连续2天给瑞宝和辉宝投喂大竹笋，这简直是不要太爱。而且今天的竹笋比昨天的还要大许多，堪比当年宋爷爷给福宝的巨无霸竹笋了。不过这种大竹笋，福宝小时候也同样不喜欢吃，更喜欢拿来玩。福宝比较喜欢吃细嫩的竹笋，这种竹笋不仅更鲜嫩，而且还好啃。而通常这种大竹笋都是等福宝玩够了，宋爷爷就会拿去给乐宝。想必今天瑞宝、辉宝的大竹笋，等其玩够了，晚上回家，这俩大竹笋都将会是乐宝的。要不之前乐宝怎么总是被叫便宜女婿呢？小时候的福宝吃不了的竹笋都归给了乐宝。宋爷爷看姐妹俩对于大竹笋无从下口，于是又在园区里找寻了一番，看看园区里有没有长出新竹笋。因为之前江爷爷经常在园区发现竹笋，每次当宋爷爷想起来时，竹笋就都被江爷爷采摘完了。不过爷爷们偶尔也会给宝家留一部分，让福宝一家体验一下自己动手采摘竹笋的感觉。爷爷们总是能在平淡的生活中给宝家弄出一点带趣味的事情来。而对于采摘竹笋，乐宝是最为擅长的，因为乐宝的园区只有乐宝一只熊，所以所见竹笋都属于乐宝自己。当乐宝发现野生竹笋时，乐宝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去采摘，然后拿着大竹笋自己去到小木床上去吃。乐宝表示，一到夏天自己园区的竹笋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当夏天快过去，竹笋都被采摘完时，宋爷爷还会人造一些野生竹笋出来，让福宝继续体验采竹笋的快乐。而今天宋爷爷在园区仔细找寻了一圈，没有发现新的竹笋长出来，于是便给姐妹俩抱回了家。直到看到江爷爷对着瑞宝摆手，
让瑞宝去找宋爷爷，而瑞宝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江爷爷时，我才明白大家为什么叫瑞宝为江小瑞，辉宝为宋光君了。看来瑞宝和辉宝对于爷爷的划分和选择已经刻进骨子里了，因为从姐妹俩小时候开始，两个爷爷的带娃方式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瑞宝和辉宝。简单来讲就是，对于瑞宝将爷爷照看的多一些，而辉宝则宋爷爷照看的多一些，而这也让瑞宝和辉宝选定了彼此要更依赖哪一个爷爷。例如在姐妹俩小时候，宋爷爷真正意义上接触姐妹俩时，宋爷爷先碰到的也是辉宝，宋爷爷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手中，而辉宝此时不断的挣扎，直到爷爷给用手指轻轻地挠了挠痒，这才安静了下来。而宋爷爷触碰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便将其小心翼翼地放了回去。而宋爷爷不知道的是，自己与辉宝的奇妙缘分就此开始。小时候的瑞宝和辉宝在某一个阶段里色差也很明显，因为瑞宝长时间被妈妈带着，身上都被舔得粉嘟嘟的了，而辉宝一直由爷爷带着，所以身上白白净净的。辉宝也是在这个阶段接受了宋爷爷经常在自己耳边的碎碎念念，甚至慢慢被宋爷爷影响，拥有了宋爷爷同款的话痨碎嘴子。别人都在乖乖睡觉，只有辉宝在汪汪叫，而辉宝也从小就展示出了自己调皮的性格，这或许也是来源宋爷爷的影响。而宋爷爷总是和小孩子一样，陪姐妹俩打闹玩耍，还会给姐妹俩制作小玩具，这些都深得辉宝的心，所以辉宝更喜欢跟着宋爷爷。而江爷爷与宋爷爷不同的是，江爷爷跟宝家交流更喜欢夹着声音说话，这很中意于从小到大都很文静的瑞宝。同时江爷爷很喜欢夸赞瑞宝，而瑞宝也在江爷爷一声声彩虹屁下选择了江爷爷。不过当只有一个爷爷在园区时，那就无所谓了，而是谁先抢到算谁的，谁先能引起爷爷注意那就是谁的。可怜的宋光君只是为了要个竹笋皮，还挨了妈妈两下。这个爱宝小脚在辉宝脸上蹬来蹬去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另外这也不能怪爱宝，随着辉宝和瑞宝渐渐长大，味蕾也越来越丰富，外加最近宋爷爷经常给辉宝和瑞宝投喂小零食以及大竹笋，瑞宝和辉宝现在也喜欢上了吃小零食，所以最近爱宝的小苹果经常失窃，这让最近爱宝找奶爸告状的频率都增加了。所以爱宝现在不能不防着点，尤其是小苹果，如果没人打扰的话，现在辉宝能将完整的一块小苹果都给吃掉。以前爷爷们主动给姐妹俩小零食，是因为姐妹俩根本吃不了，只能拿来玩，而现在已经完全超出了宋爷爷的可控范围了。当宋爷爷听到爱宝的告状后，爷爷为了杜绝辉宝喜欢偷妈妈小零食的这一习惯，宋爷爷会替爱宝盯着，而小零食被爷爷拿走后，仍然不死心的继续在竹子堆里找寻。这让我想起了福宝的小时候，福宝当时偷爱宝窝头的这一系列动作，完全是教科书般的存在。这天福宝在爷爷哄劝下来到了室外园区，福宝这次出来没有立马去找妈妈，而是与妈妈分开坐，爱宝在小亭子上，福宝去了小木床上。此时江爷爷已经开始觉得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并提醒爱宝小心福宝会吃掉你的窝头。但是爱宝没有听到，虽然画面看似比较近，但实际上爱宝此时的位置和江爷爷离得挺远的。而此时吃上妈妈窝头的福宝表现得很是淡定，福宝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偷偷将窝头放在怀里，防止妈妈看见，然后开吃。下一秒福宝带着窝头来到妈妈身边，江爷爷以为福宝变懂事了，以为福宝是主动给妈妈把窝头拿过来，可还没等爱宝反应过来，福宝就往树上爬。等爱宝反应过来时，福宝已经爬到了树上。福宝这操作真是富贵险中求呀。不过爱宝也没有放弃，追上前去抢，最后福宝还是很大方的分了妈妈一小块窝头。而现在爱宝的逆子从一个变成两个了，爱宝更有的受了。虽然瑞宝和辉宝跟妈妈抢零食的画面很可爱很治愈，但就是太费爱宝了。圣熙阿姨像往常一样抱着竹子来到园区，但今天与其不同的是，瑞宝此时正给他们。瑞宝看到圣熙阿姨走后，先是回头确认了一下圣熙阿姨有没有发现自己，确认圣熙阿姨没有注意到自己后，瑞宝嘴角止不住的上扬。此时瑞宝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瑞宝走到通道门前，一下站了起来。就在姨姨们以为瑞宝根本没法打开通道门时，下一秒通道门就神奇的被瑞宝扒开了。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游客。通道门打开，瑞宝淡定且自然地走回了房间。瑞宝自己给自己下班了。瑞宝爬回房间后，圣熙阿姨才反应过来瑞宝不见了，立马跑回去给瑞宝抱回来。以瑞宝现在这聪明程度，如果再给瑞宝加以引导，将通道门开开，完全可以让瑞宝自己上下班。瑞宝这毛大衣里面的小孩一点也不舒服，宝毛皮大衣里面的小孩。瑞宝不愧是宋爷爷口中懂得思考的小熊。루이는
노는 것보다는 좀 더 잠잠해. 숲속의 공주 같은 그런 느낌. 有勇有谋，是一只有自己想法的小熊。这也让不少爷爷表示，瑞宝和辉宝真的是向着自己的名字长的。而瑞宝现在所展示出来的才智和心智，完全不像是一只仅有300天的大熊猫。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宝家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宝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工作，总是很容易让游客们共情。在昨天，盛熙阿姨和江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顺便给姐妹俩喂奶。辉宝这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爷爷和姨母来到园区的原因，心情格外兴奋。人家瑞宝都沉下心来吃饭了，辉宝这里还挂在树上，等待着和爷爷玩抓自己的游戏。直到辉宝看到爷爷连连摆手，没有要过来的意思，辉宝这时才跑了过去开始吃饭。这大大咧咧的动作，哪像是一个女孩子？而瑞宝这里此时已经吃完了。瑞宝吃饭的这几个眼神和动作，够辉宝吃了1辈子。今天园区油菜花丛里长出来一颗大竹笋，瑞宝率先发现了竹笋的存在。哇，好大的竹笋！瑞宝用尽全身力气把竹笋拔了下来，不过还没等瑞宝张嘴啃，爱宝这时就走了过来。爱宝夸赞瑞宝越来越懂事儿，都知道给妈妈把竹笋了。此时的瑞宝活脱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知道竹笋去到妈妈手里，自己也抢不回来了，索性便卖个乖吧。瑞宝对妈妈讲：妈妈，你再晚2分钟来，我还可以给你剥个皮。而吃上竹笋的爱宝表示，这里没瑞宝的事儿了，瑞宝可以走了。爱宝向来爱憎分明，尤其是对自己的吃的，在福宝小时候就一直如此。例如，爱宝在吃东西时，旁边坐着福宝，爱宝会高度警惕，手上拿着竹笋吃着，小脚则始终处于警惕状态，随时对福宝进行攻击。而现在2胎了，爱宝依旧保持着自己的这个好习惯，就算自己身边的小零食很多，那也不能分给瑞宝和辉宝，胡萝卜和竹笋爱宝都要，给一旁的瑞宝甜得直流口水。就算瑞宝在旁边不断的哀求，爱宝仍是不为所动。在小零食面前，女儿是可有可无的，除非爱宝吃饱了，吃到不想再吃时，剩下的那些瑞宝和辉宝可以捡起来吃了。而2个爷爷可看不了这种事情，况且现在对韩国来说是竹笋盛产时期，以前吃不上竹笋就算了，现在正是竹笋多到吃不完的时候。而每到这种时候，爷爷们会让爱宝先回家，自己偷偷来到园区给其送竹笋。福宝小时候就是如此，虽然福宝的竹笋每次都吃不了几口就会被扔掉，爷爷们仍是想让福宝品尝熟悉竹笋的味道，表示让其用来磨磨牙也是好的。最好的是能够早点接受竹子的味道，让爱宝摆脱喂奶的痛苦。而现在瑞宝辉宝也一样，现在爱宝给瑞宝和辉宝喂奶比当时给福宝喂奶时更要辛苦，所以让姐妹俩锻炼牙口更为重要。而且自从江爷爷之前来中国送福宝时，听我国专家讲，给熊猫幼崽啃胡萝卜可以有助于牙齿发育，所以爷爷们现在更能放心的给瑞宝和辉宝送胡萝卜和竹笋，让其天天抱着啃了。熟睡中的瑞宝突然被妈妈一个后脖梗子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心想这婆娘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就在刚才，爱宝从室外园区散步回来，心情就异常的亢奋。先是拿着瑞宝像是对待一个玩物一样一通丢拉玩水，瑞宝则不服气的挥动着小竹子这2下气势很足，但力度像是在给爱宝挠痒一样。瑞宝等了一会儿，眼看妈妈算是消停了，爬到了小滑梯上想要休息一会儿，哪知还没等瑞宝睡着，爱宝就又来到了瑞宝的身前，咬着瑞宝后脖梗子就给其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一时没分清自己这是现实还是在做梦。爱宝拎起瑞宝后对瑞宝说，睡觉要像妈妈这样，这样睡起来更舒服。此时瑞宝心里有数万匹羊驼在奔腾，心想我真的谢谢你了，我那充满爱的老母亲。此时的瑞宝只想寻求一份安静，安安稳稳的睡一会儿。而爱宝一回头发现瑞宝跑了，立马跟下去，重新给瑞宝放回滑梯平台。爱宝这是在跟瑞宝传授自己的生存本领，只是瑞宝现在还不懂。直到一会儿，爱宝听到了通道门传来了声音，爱宝丢下瑞宝头都不回的就走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跟奶爸讲可以给自己开门了。爷爷收到爱宝的回复后，立马给爱宝把门打开，让爱宝回了家。而刚才瑞宝受伤的小心灵也将由宋爷爷对其进行安慰。宋爷爷这次给姐妹俩带来了雪竹。宋爷爷看着在树上困成恶宝的辉宝，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其样子，然后便转身先去了瑞宝那里。宋爷爷将一根雪竹递给瑞宝。此时的瑞宝经过刚才被妈妈的折腾，现在又困又饿。宋爷爷这时转头发现辉宝醒了过来，急忙过去给辉宝送竹笋。辉宝这睡觉姿势也有点福宝姐姐的好看，这脑充血睡姿，妥妥宝家的标志性睡姿。不管怎么样，宋爷爷也心满意足的让姐妹俩都吃上了自己亲手采摘的雪竹竹笋。
送爷爷这位竹笋的比吃竹笋的还要开心。时隔多日，我们再次见到江爷爷，姐妹俩似乎也很想念爷爷。姐妹俩吃过饭后，辉宝跟瑞宝瘫在爷爷旁边，都想要跟爷爷贴贴。爷爷看到旁边有根竹笋，跳下小木床去给姐妹俩拿。江爷爷在给竹笋剥皮的过程中，辉宝盯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于是便将唯一一根竹笋递给了辉宝。而这时瑞宝走了过来，虽然瑞宝没有竹笋，但是却拥有爷爷的按摩服务。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享受着爷爷对自己的抚摸。身旁的辉宝看到后有些吃醋，连竹笋也不吃了，一副生气的模样。爷爷捡起竹笋往辉宝嘴边放了几次，但辉宝都是置之不理。江爷爷对姐妹俩轮流安慰。江爷爷看到辉宝快要哄不好了，赶紧推开瑞宝去哄辉宝。而突然被爷爷推走的瑞宝突然感觉自己是被抛弃了，看到姨母过来，瑞宝便委屈巴巴的走到姨母身边，好像在跟姨母告爷爷的状。盛熙姨母的到来仿佛给小瑞宝增添了活力，而旁边的江爷爷仿佛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抱着辉宝一直转圈。转过几圈后，辉宝实在承受不住爷爷的热情，抱住爷爷大腿，好像在说：爷爷别转了，别转了，我头都要晕了。随后便跑到姨母身边来躲避江爷爷的热情。转眼间到了该回家的时间，爷爷抱着瑞宝准备回家，而我们的小辉宝乖乖的回家呢。只见爷爷把瑞宝抱到了门口，瑞宝便跟爷爷斗智斗勇了起来，趁爷爷不注意，一个后空翻想要逃走，而江爷爷早已看穿了瑞宝的小把戏，反手就把想要逃走的瑞宝捉住并带回了家。而目睹一切的辉宝看到爷爷这次冲自己来了，直接乖巧的走到爷爷身边，辉宝像棉花糖被爷爷抱起。而路过姨姨们时，爷爷还不忘对姨姨们说，抱着的好像不是辉宝，像是瑞宝，因为瑞宝最近的体重好像又增加了，爷爷快要抱不动了。听到爷爷说的话，我们的光举此时只想把耳朵捂起来。爱宝躺在草地上，给自己挠脚丫的样子，可爱程度已反超瑞宝和辉宝。而爱宝现在的生活逐渐开始让游客们所羡慕，瑞宝和辉宝现在都大了，也不会过来烦爱宝了。而爱宝每天就是吃吃玩玩，什么也不用操心了。况且对于瑞宝和辉宝的育儿方面，还有2个奶爸的帮忙，以及奶爸还会给自己额外加餐。对于育儿方面，爱宝从始至今都没操过什么心，而瑞宝和辉宝现在对于爱宝，准确的来说更像是2个丰容。当自己无聊时，把姐妹俩喊过来把玩一会儿；当自己不想玩时，就给姐妹俩推走，亦或是直接喊奶爸和姨母给自己把去室外的门打开，让自己出去玩。爱宝旅韩的这些年里，从来没尝过苦的味道，感受到的只有奶爸们对自己的爱。从刚来韩国时，爱宝对园区的不适应，以及对社内没有安全感，爷爷们便想尽办法给爱宝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江爷爷对爱宝不敢来室外，江爷爷给园区放满小零食，让爱宝感觉到在室外园区只有甜没有苦。爱宝晚上内心不安，不敢入睡，江爷爷就搬小床来爱宝身边。当爱宝怀福宝时，从开始时的待产，爷爷们便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不分白天和黑夜，而且怕打扰到爱宝，爷爷们经常打着一个微弱灯光的手电，摸黑对其照顾。另外还有多名饲养员在监控器前守着。那段时间，爱宝的青团和小便，爷爷们对其的小心程度堪比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些，兽医就能从中分析出爱宝今日的身体状况如何。而在爱宝生孩子后，爷爷们对其更是加倍重视，不管是生完福宝还是生完瑞宝和辉宝，爷爷给予爱宝的照顾都是一如既往的体贴。饭来张口的画面，我们看得更是数不胜数了。而将爷爷徒手给爱宝用纸巾擦拭身旁尿液的画面，更是让宝家粉丝们看到落泪。这体贴的程度放到人类身上，也足以称得上是体贴入微了。而爱宝在坐月子期间，肉眼可见般的变胖，爱宝是幸福的胖，更是爷爷们对其爱的反馈。可以说，爱宝旅韩的这几年，虽然韩国物资不富足，但是在有限的条件里，爷爷们对其的照顾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挑出毛病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粉丝看了表示，这才是国宝应有的待遇。继上一次爱宝的胡萝卜被辉宝弄丢后，而这次瑞宝又把妈妈的竹子给弄到了地上，只不过这一次被赶来的艾女士给看到了。被抓包后的瑞宝不敢再靠近妈妈，因为上一次辉宝被妈妈喷揍的场景，瑞宝还历历在目。心虚的瑞宝只能等到妈妈走远后才敢下去吃竹子。而此时，我们的艾女士正抱着一根大竹笋吃了起来。瑞宝看到妈妈手中的竹笋后，便被深深的吸引了，便走到妈妈面前，也想要吃一口这大竹笋。没想到艾女士还记得自己的竹子被瑞宝弄到地上的事情。等瑞宝将要吃到竹笋的时候，爱宝就把竹笋移开。此时的瑞宝紧盯着竹笋，好像在对妈妈说：“妈妈，你就给我吃一口吧。”尝试几次无果后，瑞宝便跑到妈妈身后，对妈妈发起了攻击。
只见瑞宝抱住妈妈的头，试图抢过竹笋，不料被妈妈一拳推倒。倒地后的瑞宝想用生气来引起妈妈的注意，但爱宝压根儿不想多看一眼瑞宝。灰溜溜的瑞宝只好爬起来。看到瑞宝再次走了过来，我们的艾女士直接伸出了手，阻止瑞宝靠近自己。看到妈妈这一举动后的瑞宝咬了一口旁边的竹叶，委屈巴巴地跑到平台上。前有艾女士吃竹笋，后有瑞宝吃竹叶，后面的小瑞宝还在期待着妈妈能给自己竹笋吃。不过爱宝很快就将竹笋吃完了，便起身回了家，完全忘记了刚才想要吃竹笋的小瑞宝，只留下瑞宝呆呆地看着妈妈。果然是一胎照书养，二胎照猪养。记得之前福宝在爱宝吃竹笋时走到爱宝身边，爱宝还给福宝分了半块。最近辉宝的体重成了两个爷爷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前有将爷爷抱着辉宝，表示感觉像是在抱爱宝一样。后有宋爷爷在园区当着姨姨们的面直接询问辉宝是怎么变胖的。此时辉宝想说，胖点怎么了？再说我胖就给你皮靴偷走。以前你可没有嫌弃过福宝姐姐胖，甚至还因为福宝姐姐胖，还给她取了爱称叫墩墩。怎么到了我这里变胖，就成了一件坏事情了？只是因为自己不是你的初恋熊吗？这爱宝二胎后，宋3岁总是被瑞宝、辉宝欺负，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宋3岁总欺负瑞宝和辉宝，导致了现在瑞宝和辉宝见到江爷爷来园区，则是笑脸相迎，嘴角不自觉的就会上扬。而当看到宋3岁时，姐妹俩就在原地纹丝不动。宋3岁站在树前，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引姐妹俩过去。辉宝本想过去，但走到一半发现是宋3岁，而不是江爷爷，又掉头走了回去。最后只能宋爷爷主动过来套近乎。还有就是宋爷爷来收熊时，姐妹俩在树上不下来，连盆盆奶都诱惑不了姐妹俩，这让宋3岁束手无策。而宋3岁以他3岁的头脑，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姐妹俩不听自己的。而圣熙阿姨和江爷爷每次接他们下班时，他们都很乖巧。宋3岁再不长大，可能以后瑞宝和辉宝也不喜欢和3岁的人玩了，毕竟自己马上就要1岁了。大熊猫1岁换算人类年龄的话，大约为3.5岁，也就是宋3岁还比瑞宝和辉宝小半岁。